大家好，我是穷游的似水年华。这期视频呢就不拍风景了，和大家聊聊天。最近一段时间呢，我关注其他几个人的旅行自媒体吧，很多都停更了啊，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自己身体的原因，在外面几年了，这个身体垮了，吃不消了。停更呢是分两种，第一种呢就是停更1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，甚至3、4个星期，也就是差不多1个月了，然后突然间更上2个视频，然后又断了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可能本来每天一更的，现在呢可能是1个星期，或者说是4、5天一更啊。我说的这些人呢，都是在旅行自媒体拥有几十万粉丝的，可以说都是大 V 了，并不是说几千粉丝那些小的停更就更多了。我自己呢也是旅行自媒体，我想谈一谈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。首先呢，我先说一下我看完这些人我自己的想法吧。说真的啊，他们说的也挺对的。我看完之后呢，说真的我也想停下来了啊，就不想再更了。有时候感觉啊也是挺累的。身体吧，还有一些精神方面的啊。身体方面呢，像我们这些自驾游的，背后啊也没有团队，就一个人自己拍摄自己剪辑啊。有时候剪一个视频呢要1、2个小时、2、3个小时，甚至3、4个小时啊，都是坐在那里的。这时间长啊，这个腰也受不了啊。说真的，没有旅游之前呢，我就是从事电脑方面的，可能一些老朋友都知道啊，我自己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啊。这个突出呢，我是最有发言权的。突出呢，可以说分为3个阶段啊。第一个是膨出，第二个呢就是突出啊，第3就是脱出了。我呢就是最严重的，就是脱出。当然，这个脱出呢，并不是说我旅游了才脱出，是我旅游之前就脱出了。你像很多人在路上啊，我在路上见过很多人，这个吃饭啊没有个点儿，饿了就吃，不饿就不吃，这时间长啊，这个肠胃也是有问题的。再一个长时间坐吧，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，或者说是这个颈上的问题。旅行自媒体拍自己生病的这些视频呢，确实也很多啊，网上一搜一大把。反正大家出来注意点就行了啊，我自己还好。我自己吃饭的话，我感觉还是比较规律的吧，1天3顿饭啊。再说一下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啊，精神方面说真的就很多了。我就拿我自己来说一下吧。我当时出来旅游的时候呢，还是比较早的啊。当时的环境呢，并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。当时是什么时候？也就是18年吧。18年我也是看别人的视频啊，花花10年、面包车全游世界的达文西。他们2个人就是吃住在车上自己做饭啊，不像现在随处都是。其实我当时看他们的视频呢，就是喜欢啊，我并没有想着出来旅游然后拍视频，就是挣钱吧，谋生的一个手段啊。当时从来没有想过。你像18年的时候看到他们视频呢，自己也挺冲动的啊。虽然说没钱嘛，没钱的话，就穷游嘛，穷游就是吃住在车上。当时我还有我老婆。还有佳佳当时4岁，就稀里糊涂来趟拉萨，从家里出发到回去，大概路上用了4到5个月的时间吧，具体我不记得不是很清楚啊。真的啊，就是当时出来那段时间，就是偶尔拍个视频，还是自己看一看，然后更多的是照片。这路途中可以说网上没有发过1个视频啊，没有发过1张照片。这回到家之后呢，没啥事，才把这些照片和少量的视频拿出来，把它加工一下，放到网上啊。放到网上呢，当时不像现在啊，反响还是挺强烈的，因为没有人说是吃住都在车上的，还带个小朋友。然后呢，就有些网友留言说怎么样，给我一些建议，还有一些提议吧。我觉得当时挺有意思的啊，当时也是不赚钱的，1天的话1、2毛钱。当时其实也没有当回事啊，就是买辆面包车啊，就是一家4口出去旅游嘛。为什么要出去旅游？并不是说我要旅游去做这个自媒体去赚这个钱，因为我是做网络方面的，这个手机啊慢慢兴起了，所以我这个生意呢一直不怎么好啊。但是不怎么好的话，也比上班要强啊。再一个就是18年出去之后呢，确实心情比较愉悦啊。虽然说吃住都在车上，所以呢才有19年这次长途旅行啊。我们是10月2号出发的，在外面整整可能是10个月还是11个月吧。其实刚出去的时候呢，视频也不怎么样啊。虽然说我们是一家4口，
父母带着2个孩子，可能那个时候每天收入只有10几块钱，但是真的是没有说是在意过啊，10几块钱就10几块钱。我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有起色了呢？就是疫情的时候啊，疫情的时候，当时呢我是被困在北海，广西的北海。后来呢，我觉得北海名气太大了，外地人挺多的。后来我就去了防城港啊，防城港也是海边，当时租了个海景房，然后就在房子里吃吃喝喝，就是拍这个房子里的事情啊，也没那么多风景。当时可能就是闲的人太多了，你不管是发什么视频，应该都有人看吧。那个时候，这个我们家啊才被慢慢关注起来，这收益呢慢慢才有起色，可能从几十块钱就上百块钱了啊。疫情差不多结束之后呢，我跟湖北的一家4口走了广西的边境线，还有云南的云南的边境线没走多久，然后云南啊、四川啊，然后青海啊，就这样玩了一圈啊。说真的啊，我说一下我这个心里的变化，每天拍视频1、20块钱、30、40块钱，真的是无所谓的啊，因为你说30、40块钱能干嘛？每天的油费都不够啊，别说这个吃饭了。所以呢，没有当回事。可能当时在路上这些视频呢，也少啊，就是旅行的人也少，这个视频也少。到后来呢，这收入啊可以过百了，这心里啊就有想法了。既然每天都能挣100块钱了，那我要把这个视频啊就是做好一些，做得好一些，就是收入就更多一些。但是这个时候呢就难多了，这个收入呢也可以说是每天100块钱保底吧。就是每天收入有100，但是最近这2、3个月我收入是稍微好了一些啊，每天有好几百块钱了。在这个途中呢，可以说有个变化了。以前是为了旅行，就是偶尔带着拍一下自媒体，可能现在的话，包括我在内吧，包括可以说所有的人，也不是所有的人吧，就是大部分人是为了拍视频而去旅行。这其中呢，就包括很多年轻人啊，就是可能刚刚毕业，这诗和远方都是好的啊，想着哎呀，你看看人家这拍这个视频就能赚钱了啊，有很多这个晒收入的视频，这一天赚了多少钱，一月赚了多少钱，看的人很是激动啊。所以呢，截止到现在，也就是2021年的夏天，在路上的车，在路上的人可以说是10个人，10个旅游的，10个在拍视频啊。18年的时候，19年的时候。你开个车，你说把后备箱打开做个饭什么的，那都是个笑话啊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你像进新疆的路，进西藏的路，你开个后备箱做个饭，在车上睡觉，那都是家常便饭了啊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所以说这2年吧，或者说这1年，变化真的是太快太快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导致一个问题，大家都是拍视频的，大家的水平啊也都差不多，拍的视频也差不多。那播放可以说是平平无奇，有些人啊就开始动脑子了，半夜发生各种离奇的事情，然后在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各种可以说是现车吧，就乱七八糟的事情啊。我觉得这些视频真的是负能量的啊。每天有很多网友啊给我留言，给我私信说这个去西藏的路到底怎么样，这个晚上安不安全的。我可以说都是非常安全了，就是非常好的，就是因为你们看这些晚上遭遇各种离奇的事情，然后可能这些人开着非常好的车，进藏的路上呢还要现车，就这种视频啊把你们给带偏了。新疆我去过，西藏我去过，你再不行的车就是小轿车也是正常走的，没有一点点问题。可以说318的路，这个317的路比你们家城市的路修的还要好啊，就是这么好的路，就看你怎么走了。你想现车的话，分分钟都可以现车。你想晚上有点事情的话，不管在哪里，你都可以搞点事情出来，这都是自导自演的。话说到这里呢，大家应该明白了啊，我们这些还拥有一点粉丝的人呢，是不敢乱拍的啊。你说我去晚上，就是隔三差五去拍个有人敲我车门，或者说晚上我碰到什么东西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去拍个现车，这我会辜负就是我的这个粉丝的啊。他们看我，他们关注我，并不是说我晚上要找点事情他们关注我，或者说是我现车他们关注我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但是现在这问题呢就摆在这里了，部分少数旅行自媒体的人去自己去编造故事，
同样都是发在一个平台的。你说今天我到了阿里，穷游小伙第一次到达阿里石泉河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给大家看看这个城市。那有些人呢，就是第一次自驾到西藏阿里，晚上半夜2点钟被敲车门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作为观众的话，你想看哪个？所以呢，就慢慢导致辛辛苦苦拍的视频没有播放的。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话，可以说是所有旅行自媒体者的心声。辛辛苦苦拍的旅游视频没有播放。像我关注的一个人啊，他们可以说也是一家3口啊，从2个人结婚出来，然后到怀孕回家生孩子，到现在又是3个人出来啊。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，一开始就说住在房车里又被敲门了，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开场白了。我实在是忍无可忍，看不下去，直接给拉黑了。其实说句心里话，我非常希望平台呢把这些旅游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给屏蔽了啊，就不让大家发出来。因为旅行自媒体吧，是给大家带来好的风光，给那些上班或者说是没有时间的人带来这些他们去不了的地方啊。比如说现在是阿里，看看阿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而并不是说到了阿里发生的这些奇人异事，这些怪事，这些自己编的事情，什么野生动物什么好好的就限车了，并不是这种事情啊。但是现在呢，没有一点点办法，整个旅行自媒体的风气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。你正常拍的视频没人看，你有个限车，你有个离奇的事情，这播放才会高。朋友们已经说了不少了啊，最后再说几句。就我以上说这些原因呢，大家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啊，这些拥有几十万粉丝的大 V， 要不然就断了，要不然就停了啊。你说他们辛辛苦苦跑个几百公里去拍一个风景区，或者说一个自然现象，但是拍出来没人看啊，连个路费连个油费都不够，那怎么还更得下去呢？是不是？他们和我呢又并不想去演戏啊，因为毕竟自己有这么多粉丝了，并不想去欺骗这些自己的观众吧，所以呢就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啊。所以呢有时候呢我躺在床上也想啊，你说整天拍这些风景，拿个无人机飞来飞去的，还不如人家早上起来之后呢坐在那里自说自话，朋友们昨天晚上我怎么样了，怎么样了，还没有那个播放高，真的是。所以呢我也不想再更了，我也想停更了。就说到这里吧，反正自媒体还是挺乱的啊，就是旅行自媒体主要是鱼龙混杂，各种人都有。就说到这里吧。